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将军，思敏好，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政忠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所以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带观众朋友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中东情势了。现在仍然是战事一触即发吗？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以色列除了密谈川普之外，在美国方面，现在双航母接下来就会集结了，中东火药味逼近临界点。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三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就是纳坦雅胡跟川普了，他们秘密的两个人私底下谈了3个小时，这当中纳坦雅胡要求川普对伊朗的态度要更强硬，川普则是警告说，现在的局势其实非常严重，如果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破局的话，我们接下来要来特别关注的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不会自己去打伊朗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的，川普说的，除了林肯号之外，接下来布希号也会一起移向中东，双航母会在中东会师，那么携带60到75架的战机，空中战力预估会翻倍，攻击规模有多惊人，战力如何？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评估。最后今天也会一起来关心到，是川普在这当中秘密提供了6000台的新链给伊朗，说给的就是当地内部的意见人士，背后是要延续美国进攻伊朗的正当性，还是补救在1月份对于整个伊朗情势没有提供及时的援助的失误来做补救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刚刚讲的川普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一次会面的地点，其实就是在白宫，时间是在2月11号。在这一天，他们密谈的时间高达了3个小时，而且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观察到了他们这次的见面其实异常的低调包括了说在媒体要做拍摄的时候，被发现纳坦雅胡甚至在密会结束之后是走侧门的，避开媒体，默默的离开。会中根据了解这个以色列方面要求这个美国对伊朗要更强硬，但是川普并没有答应纳坦雅胡。川普只说他希望跟伊朗达成反核协议，他也说了，美国必须跟伊朗达成协议，否则接下来局势会变得非常的严重。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厉将军了，这一场美国跟这个纳坦雅胡密谈了3个小时，难道是在谈美伊的核谈判破局之后要进攻伊朗的计划吗？会不会接下来纳坦雅胡他要强出头来打伊朗？美国根本拦不住他，会是这样吗？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次美伊第一轮的会谈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谈判内容大概美国要求伊朗的不外有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叫伊朗来讲的话，他要取消他的核武的这种设施跟研发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他限制他这个导弹的数量。第三个就是伊朗不可以再对他周边的这些小弟就是胡塞啦、哈马斯啦、黎巴嫩真主党提供这个继续提供这些武装资源。那我们就3点来看的话，第一点，浓缩铀的部分，我觉得伊朗有答应伊朗来讲说，我可以降低我的浓缩铀，他没有说取消核计划。核计划包括到这个核能发电都算核计划嘛？那只是说我的核子不会去发展核子武器，这个浓缩铀不会去发展武器，所以他说他可以降低浓缩铀。浓缩铀我们大概推估，伊朗现在浓缩铀的浓度大概60%，当然有些说法是到90%了，就是差一步之遥就可以达到这个核子武器的这种等级它降低来讲的话，当然如果降到10%这些那就是纯粹只是做核能发电来使用。可是相对的，伊朗要求美国说我降低我的浓缩铀的比例，那你美国必须要取消对我的这种经济上面的制裁，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双方在这方面有取得共识。那第二点来讲的话，第二点就是要对伊朗限制它的核导弹。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伊朗不太容易可以达成协议的，伊朗也不太容易答应，因为伊朗现在自保的武器就是这一些所谓的战略导弹跟它的无人机它号称它的导弹射程可以到2000公里，然后数量有到2-3千枚那么多，甚至于它也展示了它5座的地下的这种导弹库，也展示给媒体去拍摄跟参观，还有无人机。那这些是它可以攻击以色列
或者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基地的设施可以对他们实施攻击，所以我认为这些导弹对伊朗来讲是保命的东西，所以他也不会轻易的就答应，甚至我认为要答应的可能性是不高那第三个，对于周边的组织伊朗取消对他们的支持，我觉得伊朗现在以他现在经济状况，可能不太容易对周边这些在提供经济上或者是武装上的支持是不太可能的，尤其像叙利亚已经倒台了嘛，这个那另外来讲的话，黎巴嫩真主党大概也被打残了，哈马斯在这边也奄奄一息，其实因为距离太远，功能也不大。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以色列来讲的话，现在对以色列最大的威胁，除了说是核武之外，核武平常讲。这个伊朗现在还没有做出来，但是对以色列威胁最大的，对它生存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的导弹因为从去年的6月份战争，我们就看出来，以色列到后来来讲的话，它的拦截导弹库存量已经很明显的降低，它的拦截率也慢慢减低到50%以下所以伊朗如果说现在保有这些这个弹略导弹，对以色列这种国土战略纵深狭小，然后土地面积不足的国家来讲的话，对它生存确实是很大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关键在这一点。那现在纳坦雅胡很明显的，他要拖着美国下水借着美国的这种布希跟林肯号2艘的航母战斗群，具有庞大的攻击力，包括除了战机之外也有这个在约旦的这个 F-15E 战机还有各型的这个战斧型巡弋导弹，来对伊朗发动所谓攻击，一举摧毁掉它的这种导弹设施跟核能设施，然后采取它抢手段，目的在保有以色列自己后续的生存能力。可是我们现在在看就美国川普立场来讲的话，他可能不太愿意开启这场战争，因为他如果说没有把握一次发动攻击，全部将你这些核导弹，将你这些这个导弹设施全部一次摧毁掉的话，那它极可能面临残存的导弹继续可以对你美国这个所谓基地攻击。我想这是美国自己所不愿意承受的。那他目前我不认为他也有这个把握可以一次将伊朗的所有导弹设施一举全部歼灭掉。所以我觉得这次以色列来讲，纳坦雅胡很明显的想要说服川普，可是我觉得川普来讲没有那么容易被说服。虽然说我们看到有2艘航母战斗群可能驶向波斯湾地区，可是我觉得川普这个时候的作用是在想要借着武力来威慑伊朗能够答应。可是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伊朗这个要他在导弹方面，浓缩铀他可以答应了，已经答应了。可是，在导弹方面要他缩减财政数量，我觉得这点伊朗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听美国的。那美国要攻击，他也一定会投鼠忌器。所以我现在觉得关键问题卡在这个地方。那看后续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好，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想要把美国一起拖下水。那美国方面现在就要等川普会不会点头。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结果就是军事武器是全部先把它一系列的都拿出来。那刚刚将军也特别提到了嘛，2艘航母，我们也带观众朋友来稍微了解一下细节。目前伊朗外海的话是林肯号的战斗群已经就位。那华尔街日报说的五角大厦正在派的是布希号打击群会到中东。根据媒体这边的说法，大约是1到2周就可以到达中东了。那么现在除了航母之外，战机的部分也持续来做关心。布希号会搭载60到75架的军机，这当中也包括了有 FA-18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咆哮者电战机，还有高级鹰眼空中预警机跟海鹰直升机等等。将军刚刚也特别提到的 F-15战机、F-15E 战机也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如果林肯号再加上布希号一起做汇合的话，对于美国中东的战力会有多大的提升？军事规模上来说，可以发动什么样子的战争？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一次等到这个新的就是布希号航母就位，我认为美国就会动手。最主要是谁呢？纳坦雅胡，因为纳坦雅胡是主战。现在呢，川普他做了摇摆，但纳坦雅胡已经去了到了白宫跟川普见面，这是川普上任第7次，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元首里面到美国访问最多的就是纳坦雅胡了。那这一次他主战主印，那这样的话，那个川普本来也摇摆的，有所瞻前顾后，有所顾忌。现在经过纳坦雅胡一讲之后，我认为动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也就是
中东的情势，我认为会紧张。然后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整个态势，因为两个航母打击群，不管是0号航母打击群岛也好，还有不希号航母打，这个两个互成战略犄角，一个航母打击群在伊朗的东南方海域阿拉伯海，一个在伊朗的西南方阿拉伯海，你就变成这个伊朗要处处防备，它是有2个方向做进攻，它要换叫伊朗，它面对的4面进攻。另外一个不要忘了，在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在安曼、在卡达、在伊拉克都有驻军，美国的驻军可以从这边这个战机可以出动。另外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的这一股力量是不容小觑的。所以以色列也好，美国的驻军也好，再加上2艘航母打击群，总共4个方面，伊朗就要应对。伊朗是完全招架不住，这个看得出来。那怎么来打呢？那将来呢，就是由战斧巡弋飞弹先摧毁伊朗2种重要目标。第一个，它的关东系统，把它的这个伊朗打瞎，关东系统看就没有雷达了。关东系统，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防空飞弹跟反舰飞弹。这个地对舰飞弹呢，会威胁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的军舰以及航空母舰。所以这2个先摧毁，一摧毁之后，现在美国的战机在陆地上的战机或从2艘航空母舰的战机就可以进入了。这个时候打它的一个相关的重要的军事设施目标，还有我们讲到的就是核武的提炼设施。就是我们讲到的浓缩铀的提炼，因为在去年2025年6月。B2 的幽灵轰炸并没有完全摧毁，所以今年才会要实施这个任务。所以那经过这番，我认为那动武的先后次序呢，我认为还是会由美国先动，以色列在紧接着会跟着动。换句话说，这种外科手术室不进行地面作战，从空中的这种外科手术室去作战，我认为这是美国对伊朗这次动武的作战的模式。那只看是什么时候启动。我认为启动最佳的时机就是布希号到位了，那这样的护城战略计划变成背靠背，你要去防备这一个，还是要防备这一个？当你防备这个出动；当你防备这个出动。所以战机还有一个中东地区的美军驻军，它的萨德系统，还有 PAC-3 的爱国者3型的防御都陆续就位前推了，空中加油机也进驻了，还从欧洲所调派出来的美国的 F-15也进驻了，那更不要说是 F-35到位。所以我们看美国目前的征兵的状况。前推部署的状况来看的话，美国已经是在箭在弦上。我认为川普受到纳坦雅胡的这种军事战略以及政治的影响是非常的高了。那本来川普的摇摆的政策可能又回到原来要动武的一种强硬的路线了，要不然他不会征兵，应该保持目前的这种状态。但是他是继续征兵，我认为他要预举奏效，而不是做我们讲到的滚动式的或者逐次的投入。川普的打法是要一次到位。谢谢将军。好，刚刚张将军也特别帮我们看到说，这个美军战力在双航母上面连结之下，接下来的战力威胁其实是对于伊朗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看到美军除了这一回出动了双航母跟战机之外，另外我们也来看到，美军现在川普政府正在秘密向伊朗运送6000台的这个星链终端，要在伊朗这个政府压制它的网络之后，把这些星链的终端特别提供给当地的意见人士，让他们可以在网络中断之下可以继续保持连接。为什么美军要这么做？是不是有一些弥补的作用？因为在1月份的抗争中，其实伊朗的内部的异议人士死了非常多的人。我们也来看到一个最新统计，光是1月份伊朗全国抗议中已经有至少7000人被捕，而且是被残酷的镇压。美军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聂老师怎么解读？ OK， 我觉得意见人士、异议人士啊，我觉得多少跟我们讲哈，美国在制造情资的时候呢，去煽动，这绝对有关。就像川普他自己讲的非常清楚，他一直呢，这个不管是语义啊，或者行动上，一直在让这些异议人士呢，能够尽量能反对现在政府，能抗争就抗争，然后呢，也一直说我们的资源就要来到。那么非常清楚的，刚讲 Starlink 这6000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因为我一直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哈。那各位想想，去年6月4号哈，从这加拿大一下跑回了这个美国，然后说要做一个2个礼拜的决定的动作，2天就拿了这个 B2， 就带了 GBU57，不就炸了一个这个深土炸弹，就炸了60公尺，可能没有炸到80公尺，所以没有炸到真正的这个核设施。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发觉好像这个美国就跟这个委内瑞拉一样，那个元首绑架案一样，
很容易就这个好像轻而易举的拿到他要的，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这次不太一样，他双航母也去了，各种 F-35各种战机啊，在这个飞上也已经在练布局布阵了。发觉这次伊朗好像不是他想象着这么好的这个去敌对。那么因为这个如果真的这个直接直战下去呢，美国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讲伊朗是很大的，那它的军事力也不算差。那即便美国当时最强，可能会把你压制，但是它绝对会受伤惨重。那当然科技力也不算差。那么当然，美国现在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这个情治单位了。那我犹记得啊，当时在炸这个 GBU 武器之前，各位可以了解，伊朗有非常多其实是非常专业、非常资深的所谓的研究员。什么研究员？就核弹的研究员，甚至这些将领呢，都被怎么样精准瞄射暗杀了。当然有人说是以色列的莫萨德的这个情治单位，当然美国的情治单位也在里面。所以我的重点就是，美国其实它必须善用这一块。我想一路走来，美国在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只要他要打赢一个仗的时候，他不是完全用他的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可能是用威吓，然后呢围堵，像这次伊朗就是。但他要动下去的时候呢，那他会伤到自己，也会很严重啊，因为对方绝对不是说好像就是一块软石头就帮你砸下去就没了，他一定会反击。所以他现在我刚讲他现在拿着 Starlink， 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要透过一些方式，让这些伊人是能够收到一些讯息，能够反线的政府。因为这个伊朗也知道美国会这样做，所以之前就把这个伊人士的这个所有的网络都封锁了。所以美国必须用这个方式，才能够从后面呢再去支援他们，去推动他们去跟现在的政府呢去敌对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是蛮厉害的。当然，你说是不是弥补1月份的这个死伤？但我觉得你也可以说是啦。但是实际上呢，你说能弥补吗？也弥补不了。我重点就是美国它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才有办法哈，从内部让它反起来。最重要就是它必须要支持他敌人的敌人，用他敌人的敌人来攻击他的敌人。我觉得这是美国现在的想法。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